震撼时刻，中国楼市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惊天大危机。中国楼市最后一块遮羞布即将扯下，政府放权自救，广州楼市限购禁令一夜解封，这是一个令人屏息的时刻，一个决定中国楼市未来命运的紧急关头。快来揭开这场未知命运的神秘面纱，目睹一个新时代的中国房地产将何去何从。近日，中国广州等城市接连放开楼市限购禁令，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重大转折。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自主调节房地产市场。在楼市严重下滑的背景下，此举让外界猜测中国经济前景何去何从，是否真的到了浴火重生的时刻，还是即将步入横尸银山金山的绝境。让我们细细分析这个政策背后的深意。首先，这次政策调整的幅度可谓惊人。广州在短短一夜间，直接取消了对120平米以上大户型住房的限购规定，不再计算在家庭名下住房数量限制内。这等于一举推翻了此前严苛的房地产管控政策，可谓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后的遮羞布终于被粗暴扯下。其次，广州的举措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默认甚至鼓励。住建部旗帜鲜明的表态，将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制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在此背景下，广州迅速行动放开限购，而中央对此毫无反应，可见地方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自主调节权利。再次，业内专家纷纷表示，这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东南互保模式正式启动。在中央资源吃紧的当下，东部富裕省份被迫自救，通过各类补贴和政策吸引全国人才和资金向东南集中，形成经济自治和半独立状态，不再依赖中央调控。可以说，中国的楼市之光已经熄灭，经济大厦正在摇摇欲坠。在外界看来，这次政策调整就像一个垂死病人被病床上的束缚带解开，可以暂时舒缓一下，但却难以阻止生命体征的衰竭。中国经济是否还有再次腾飞的希望，我们不得不抱以怀疑。事实上，中国房地产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严冬。据统计，2022年仅10月份就有超过200家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2800亿元的购房贷款被烂尾楼占用，相当于直接蒸发。而到2023年1月，已经有超过50万套房子烂尾停工，涉及超过5000个楼盘，超过80万购房者因此倾家荡产。可以说，烂尾楼和违约开发已经成了中国房地产的最大毒瘤。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测算，目前中国至少有 7.6 万亿美元的房地产负债风险，相当于全国 GDP 的近 90%。随着越来越多的烂尾楼和开发商违约，这些巨额债务随时都可能引爆，让中国经济一蹶不振。目前房地产行业已连续16个月下滑，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 30%， 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已经放缓至约 3% 左右的低点。事已至此，中国的房产市场是否还有上升的可能？业界分析认为，此次放开限购有助于促进市场活跃，加速消化库存，而地方政府也会推出更多补贴和优惠政策鼓励购房。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只是表面文章，中国经济的根本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巨额的烂尾楼债务随时可能引爆金融危机，而疲软的实体经济也使得人们购买力日益衰减。所以，此次调控放松更像是松绑死人，并不能扭转楼市持续下滑的趋势。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已经难以避免，债务危机也在所难免。在外界看来，中国经济正走在横尸遍野的不归路上，前景黯淡。当然，我们不排除中国政府会使出最后手段，搞出一场土地财政大爆炸，短期刺激经济增长，但代价也必将是未来中国彻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长时间内无法真正富裕起来。
事实上，中国的土地财政可以说是一场管理不当的定时炸弹。多年来，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土地获取巨额收入，这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但这同时也导致土地资源极度浪费，各地建起大量闲置的豪华别墅和写字楼。比如，全国范围内有将近6500万套空置房，如果平均价格算150万元人民币，那其中的空置房总价值就高达约100万亿，相当于整个美国一年的 GDP 总量。这么多闲置和空置房，建设时却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和国民储蓄，这显然是极大的资源浪费，也必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而且，地方政府还借助土地融资举巨额债务，用于各种基建和政绩工程。比如，深圳债台高筑，地方政府债务高达9200亿元。一旦土地价格大幅下滑，地方财政和金融体系就会受到毁灭性打击。所以，我们可以完全预测，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迟早会选择打开土地市场的大闸门，让土地和房价暴涨，完成最后的挤水分操作。这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和消费， GDP 增速会有所提升，但最终的结果必将是不相称的，因为投资回报的降低和生产成本的增加会使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下降，而房价上涨也会挤占居民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也会因此疲软。此外，在这场操作中，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必将进一步拉大。最先获利的会是官员和资本家阶层，他们手中的土地和资产将迅速升值，而普通老百姓却要面临通胀高企、生活成本飙升的双重压力。这无疑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最终演变为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历史证明，这种土地财政爆发式增长的模式，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但破坏却是非常深远的。综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前景确实不容乐观。楼市疲弱和债务危机是当下面临的两大挑战，而此次的调控放松也难以扭转大趋势。即使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搞出土地财政大爆炸，结果很可能也是经济增速的短暂反弹，紧随其后的是中长期的衰退。中国能否化险为夷，走出一个符合自身国情的健康发展道路，还有待我们持续观察。但目前为止，一切迹象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很不理想的状态。此次调控放松并不能根本扭转中国经济下行和房产市场持续疲软的大趋势，它更像是垂死挣扎，在经济体系崩溃前的最后反弹。我们不得不直视中国经济前景的严峻，也看到在政策调控失灵的背后，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脆弱性。中国能否在这场危机中成功转型，还是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债务陷阱，这都将直接影响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命运。我们拭目以待。